台湾的假球案从我们知道的黑鹰事件，然后一直到2009年的黑象事件。那其实这个过程呢、它是有一个酝酿，是有一个脉络的。那可以反推我们过往的历史嘛，因为资金需要有出口金啊，在这个假球在黑鹰事件之前，这个赌金它是承袭了前面的一些，比方说大家乐啊、六合彩这些地下的资金。那因为因应中华职棒的成立嘛，再加上过往这些地下不法资金它的政府的扫荡，所以变成流向了中华职棒这一块。那当然这是有一些历史学者他去做一些调研或者是去研究的。那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就是大家还记得红叶少棒吗？这个60年代一直到70年代，这个我们耳熟能详而且朗朗上口的这个红叶国小，他们在这个辉煌的这些台面上的这些事情结束过后啊，那当时的校长叫林珠鹏，他很语重心长，在这个事件包含冒名顶替啊，或者是红包啊，或者是这些小球员因为整个环境，然后他们面临到一些困难，所碰到的一些社会的问题，然后他语重心长说了一句话说：棒球是人生的缩影。那因为职业球员或者是运动员，他的生命其实是很短暂的，不是每一个台湾的选手或台湾的运动员都能够成为职业球员，因为成为职业球员是一个非常难的过程，也是非常需要各位包含地方政府啊，或者是支持运动的一些企业，他们共同去当做是这个运动员的推手，所以在体育署他们在这几年也很大力的支持跟鼓励运动推手这部分嘛，这我们都知道。那尤其是这块奖项，有很多的企业去参与，那包含我们自己这些母集团的公司，他们也领过不少次的这些运动推手奖。反观球员，在包含了体育法，或者是包含了一些运动国际赛事的出场义务这部分，反而变成是球员要去承担这些体育法的推手。其实这个还蛮好玩的，而且套国昌委员的常讲的一句话，就是太离谱了。我当然我的语气没有像国昌委员那么重啦，我觉得有一点离谱，因为包含这些法案或者是这些过程，这应该不是运动员或职业球员或现役球员或台湾的运动员来去做的事情，这应该是政府部门或者是资方或者是那我们是算是劳方嘛，共同来去讨论的一件事情。那这几年，尤其是我自己非常能够体会的一件事情，就是球员工会因为2008年的米迪亚暴龙事件，那米迪亚暴龙它的前身是成泰 Coplus 这支球队，那它因应了当时的那个2次金改，然后它转卖到那个星光金这一部分，所以他才转卖了到他没有办法经营下去，所以他转卖给米迪亚暴龙。这个问题大家值得去思考一下，为什么可以转卖给米迪亚暴龙？这部分也值得大家去研究，也值得大家去省思这个过往的沉痛的历史。那到底是谁允许让这支球队、让这个公司进来？我们台湾算是台湾运动的领头羊的这个民营的组织里面，这间公司，然后一直到现在，其实它这个整个的台湾的赌球或者是假球啊，它是有整个在台湾社会上面是有一个酝酿的，它是有一个时期，包括我前面讲的六合彩或者是大家乐，然后一直延续到假球，然后一直延续到现在博弈，然后一直延续到现在像篮球这几年所爆发出的一些签赌或者是球员被胁迫或者是被利诱打假球的这个过程跟这个事件，我觉得大家真的要好好值得去省思一下，为什么我们台湾的运动产业会发生的这些球员呢？反观球员，我们要一直背负的国族情绪来参与中华队，来参与包含近期的琼斯杯的争议，那像女篮也是，像出场费
或者是保险，或者是出赛义务，这些很离谱的事情，这些不平等待遇啦。像我们知道女子篮球队他们出席那个女子琼斯杯，他们是没有出赛的权利金跟出场费，但是男子篮球他们是有的。所以这几件事情都很值得我们去讨论、去看一下，或者是包含说，在体育署的补助这部分，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去跟各单项的协会来共同去讨论这件事情？那明明它是同一个组织下面体系的篮球队，因为女子篮球它也是在篮协里面嘛，那男子篮球也是。所以为什么女生去出赛琼斯杯的篮球赛，却得不到像男生琼斯杯出赛的一些权利跟义务？这值得大家去省思这些事情包含有太多的事情，很莫名其妙的事情出现在运动界。那我更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前面红叶少棒那个少棒队的那个国小的校长林珠鹏校长，他说。棒球就是人生的缩影。那其实我今天要在这边说，台湾的运动就是台湾社会的缩影，职业球队更是，职业运动员更是，各单项运动员更是，他们就是台湾的社会缩影跟政治的缩影。然后值得大家去，以及我们台湾国人好好去省思，为什么我们职业运动员今天还要站在这边，或者是在这公听席上去讲一些。这些应该是政府部门去执行的一些过程，这真的很值得我们去省思。那前面讲到国族情绪，我们背负了中华队的压力出去代表国家去比赛，因为就台湾的运动水准跟水平来说，我们当然跟美国、跟日本或甚至是韩国，我们的水准没有到达像他们那边没有错。可是，当我们每一次国际赛事失利的时候，运动员要承受跟背负的责任，不亚于这其他的国家。那我们要反问，就是说，那既然我们要背负这么大的责任，那是不是也可以给我们能够有可以背负这个责任的一个动力跟机制来给予我们这些运动员？所以，我们今天站在这边，不仅仅是为了。棒球工会或者是篮球工会，我们今天是要代表的是整个台湾运动员工会来去发声的。一路下来，台湾的运动从60年的红叶少棒，一直到现在2024年的中华职棒，甚至台北大巨蛋，各位委员、各位官员或者是各位球员，你们都知道，太多争议了，真的是太多了。那有这些争议，那运动员要怎么好好的在这个台湾的土地上面？发挥或者是挑战这些极限呢？因为运动员就是要挑战，不断的突破这些数字或挑战极限。当我们能够突破这些数字、挑战极限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很安稳的为中华队来去效力，为台湾队来争光。那今天是我要跟大家分享，谢谢。非常感谢周志奇周理事长他的发言。他刚刚讲到从陈代到米迪亚那个沉痛的历史，对我来讲。刻骨铭心。我其实公开讲过好几次了。我曾经是一个疯狂的职棒球迷，我疯狂到只要陈泰到哪里，我就在哪里。全台湾的棒球场，我全部都去过，都是跟着陈泰 Cobra 跑。后来到米利亚初期的时候啊，其实也是一样。所以那个时候，事情在球场上面的时候，我曾经是。坐在观众席下面，陪着很多人一起嘶吼呐喊的人，所以后来发生了假球的事情，对我的打击非常的大。那个打击是从一个疯狂每一场球赛都追的球迷，到后来就不看，我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停止看职棒。那我相信有很多球迷跟我的心情是一样。这个事件其实它反映出来的。就像刚刚，世奇所讲的，的确是整个大环境，在这个产业链里面，非常多的因素出来的产物。那只是说，有过去这样的教训，在整个机制上，我们怎么样能够让这个发展的环境更健康？
那提供给球员更好的环境、更好的保护，不要再让一些人奇奇怪怪的人把手伸进来，是要剥削球员，或是剥削这些环境。我觉得这是我们今天大家一起坐在这边努力的目标。那至于刚刚提到出场费的事情，我也非常的有同感，因为当然我有同感，不是说我有什么资格代表国家去比赛有同感，是我在追踪一些案子的时候，我发现到我们的政府体育署补助下去的经费，结果到球员身上的出场费，我看了有一点下巴快要掉下来，因为以整体的预算规模来讲，其实给协会的补助是很多的。那我那个时候，我前一阵子我惊讶的这2件事，第一个是那个数额怎么会那么低？我再算一算，说那个好像练习的时候，我如果没记错的话，那个时候我看的是足球，一天是不是给1000块？我忘了，但是好像一天给1000块。我想说，一天给1000块是要练几个小时？有到基本工资吗？这个到底是干嘛？这个是我们的国家队，那是要代表台湾出去比赛的中华队。你一天给1000块是什么概念？更离谱的事情是，钱还没拿到，还收到扣缴凭单，钱是到什么地方去了？这件事情到今天为止还没有答案，但我一定会追下去，因为这件事情太奇怪了，也没多少钱没拿到。那最后一个是，其实这个陈情后来会到我身上，我也觉得有一点怪。我听说之前已经有选手抱怨，也有一些委员好像知道，但好像有一些莫名的压力，不晓得协会背后的靠山是不是巴古就屌的啦，巴古非常的强，连要关心要帮选手发声这件事情都会受到莫名的压力，但我相信就是说绝大多数的台湾人民一定会选择跟选手站在一起，绝大多数的台湾，我对这件事情太有把握了。那只不过说我们怎么样让阳光能够照进来，让整个产业的现况能让更多的人知道，因为有时候球员人在那个环境下，有的时候很多话不方便讲，在那个环境下很多话不方便讲，这个我都可以理解。那这个也是我们为什么在立法院里面要持续关注这个问题很重要的原因。